大马的民众呢对于民主有很多的质疑啊。第一，我觉得人民需要懂什么叫做民主。在马来西亚呢，从小我们从学校也没有学什么民主，我们的那个公民的那个教育不强，是不够的，对，不强。其实每一个公民有自己的责任，还有你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对，你的权利是什么东西？老师，你会不会担心说，其实我们就从民主倾斜到越来越专制？当然，现在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话，好多的国家都是专制的，而且呢，这些专制的国家它有一个优点来让人觉得专制会比较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到什么是民主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bottom up 的那一个观念，由下往上的。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是人民的票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换了这么多次嘛，人民就觉得换了政府其实是很普遍的东西。马来西亚呢，通常虽然选举还没到，不过每一天就好像要选举了，对不对？对。当人民完全失去那些希望呢，就是国家的政治就不会改。我们要永远的记得2018年的时候，那一些人民的那一些希望还蛮大的。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 财经所制作的。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的是民主以及贪污的改革。可能这个时候你听到这里呢，就觉得现在还要来聊民主改革吗？当然是要来聊的，但是我们继续往下聊之前呢，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其实我相信民主改革这个课题呢，它不应该只是我们在选举的期间的时候来讨论的啊，我们也不应该感到绝望或者是失望，就因为政治人物可能他们比较没有政治决心，所以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国家的改革。我想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的来督促，以及我们要来讨论说，究竟我们的民主改革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究竟我们的贪污上面的这个打贪的改革，我们还有什么样子可以去做的地方？在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之后，我们才可以来更进一步的来监督政府啊。那特别是我们看到了现在其实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跟整个的治理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啊，特别是在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回归之后呢，其实不管是民粹主义的这样子的兴起，或者是说整个国际政治的影响之下，其实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民主发展呢，现在也是面临很多很多的挑战的啊。那如果我们回到了说整个马来西亚长期受到的这个制度性的贪污的困扰，其实我们看到虽然政府它是有一些的决心去打贪，但是也有人在问说，是不是选择性的打贪，是不是为了要打击政敌所以才打贪呢？那其实在整个结构性的贪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国家整个体制变得更加的连结，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要来探讨这些问题呢，我们邀请到了马来西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邱颖慧博士来到节目当中。邱博士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谢谢，谢谢。是因为我在这个报章上面看到你几篇的这个文章啊，也非常被你的文章吸引，然后呢，觉得博士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一位教授，谢谢。然后你的文笔也是非常的犀利啊，所以今天就特地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比较多的探讨啊。那就是博士你在《新洲日报》的文章啊，特朗普2.0 对安华民主承诺的考验，单单是这一个主题就非常的吸引我啊！你把特朗普2.0对于安华、对于马来西亚的整个民主的进程，你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连结啊。那你在当中你探讨到了这个特朗普第2个任期，到目前为止对东南亚甚至是对马来西亚的民主所带来的影响啊，其实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考当中，你会想要提出这些的看法的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因为今年呢，马来西亚是东盟的那一个主席嘛，所以呢，我觉得呢，马来西亚的那个 position 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一个东盟里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呢还不是做的那么好，所以呢，我想要借用来这一个article 来写一些来。一点点不是说对比，不过呢，我觉得呢，现在呢全世界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民主的那个culture 不是很大，所以很多都是那 democratic backsliding， 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呢，希望能够给马来西亚一点点的压力。
就是说不要忘记呢，我们以前改变政府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比较大的那个范围，就是那个民主的那个统治。是对，而且其实我们过去我们是希望说。比如说西盟，他们是一个比较重视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盟哦，但是他们在上台之后呢，大家反而会去思考到说，到底民主是不是有效率的，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国家？不只是马来西亚，我相信现在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大家都一直在反思这样子的问题哦。其实你的观察非常的清晰哦，然后你在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马来西亚这种怀疑民主的情绪其实是不是很重呢？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是很多人都不相信民主嘛，对不对？不过呢，我仍然相信呢，民主是非常重要。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呢，民主如果我们真正的理解到什么是民主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bottom up 的那一个观念。所以呢，由下往上的。对对对，所以呢，其实是人民的票是最重要的。问题呢，现在呢，就是人民的票变成就没那么的有用处了吧？所以那个民主呢，开始就非常的给人家来说可能是民主其实是不适合。不过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民主的话，会有更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看Trump。就是2.0，他的那个policy 呢，就是非常看就是 America first。不过呢，这种倾向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就是说呢，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有这种的倾向呢，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呢，可能就会非常的极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呢到底我们都是有那个United Nations，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个 United Nations 呢？就是过了第2次的那一个世界大战，就是说为什么整个世界我们要和平等等。不过要和平呢，这种东西呢，不是说一个国家能够来控制的，就是要每一个190多个国家来一起来才能够有这种和平这种互相帮助。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那一些crisis， Ukraine 啦、缅马啦，民主呢也是有说呢，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是说另外一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不代表我们完全不可以去帮忙还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其实刚才您有提到说，你发现说，即使现在选民的选票很像变得无效了，对，因为我们选上去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他可能包括像首相或者国会议员，他们一做就可以做5年，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像也没有什么，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如果他们不想兑现他们的承诺的话，这5年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所以你觉得我们要如何恢复大家对于民主的信心？就是在这个制度上面，我们可能应该要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5年的时间里面，像台湾他们可以罢免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样子其他的制度可以让大家来恢复大家这个对于民主的信心呢？第一，我觉得人民需要懂什么叫做民主。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用 social media， 所以很多就是不对的那一些信息。而且在马来西亚呢，我们也从小，我们从学校，如果我们说从学校也没有学什么民主，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公民的那个教育是不够的，对，不强。其实如果你要讲台湾的话，台湾它的公民的教育很强。就是说从小学生小孩子一定要会这些公民你有什么的，你有你自己的责任。其实每一个公民有自己的责任，还有你的权利到底是什么？对，你的权利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呢，虽然说现在呢投票当然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就是很多国家可能呢它的那一个 effectiveness 不是那么的强，因为呢那个政治人物他们可以换党嘛，或者是换 coalition， 所以就变成这么复杂的这一些倾向。不过我觉得呢，如果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自己的责任，他们会发声就是说说一些呢，其实呢应该要这样子，会给政府多一点点的压力。所以压力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效的，对政府会改他的 policy 还是什么东西。不过人民就要知道自己要怎么去做。是，如果大家对于民主觉得它不够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它越变越好。我们要想怎样去改变它，让优化它，让它越来越好。但现在有另外一股声音就觉得说，民主不好，那我们就干脆学专制的方式好了，对不对？学中国，可能学俄罗斯你现在看到很像 Trump 特朗普，他也很像某个程度上面也非常的专制，对不对？那是不是专制比较有效率呢？老师，你会不会担心说，其实我们就越来越叫做
滑坡式的就从民主倾斜到越来越专制，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当然，现在如果我们看全世界的话，好多的国家都是专制的，而且呢，这些专制的国家它有一个优点来可以让人觉得专制会比较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是，所以经济呢有一个很强大的那个关系，就是说，如果你看马来西亚的话，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选举之前，什么东西都是关于经济，就是说关于我要给你这一个，我要给你那一个，或者是你的生活会怎么的比较好。不过呢，如果我们真的去调查这一些国家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呢，你变成你不能够发声，就是说你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完全不可以说什么，就是说也没有媒体自由。对，没有媒体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这种东西。所以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呢，我不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现象，因为经济好的话，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那一个经济的那个利益。就是说，很多这种国家呢，专制的国家呢，他们都有两个派，就是说有富有的就特别的富有，穷的就特别的穷，因为那个 policy 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其实好不容易呢，从一个比较专制的一个国家，然后渐渐的走向民主，大家不要轻易的把这个我们得来不易的东西给丢掉啊。那其实大马的民众呢，对于民主有很多的质疑啊。当然我们刚才有聊到说是因为制度的关系，还有关于这个政府缺乏改革的能力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没有政治意愿，没有 political will， 有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能力也是不够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感到失望。那么其实安华过去他一直都在倡导要做民主改革啊。其实你认为说他上台之后，他曾经承诺的这一些事情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兑现呢？是因为他真的没有能力兑现吗？还是说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的关系？如果你要说到政治现实的话，其实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这些比较保守的政策，跟他的政治现实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哦。所以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现象？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是 unity government。就有两个最大的那个political party 是不一样的那个ideologies， 就是说一个是PKR， 然后我们虽然有 DAP 啦等等，然后不过有一个 UMNO，所以他们的 ideology 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还没form 这一个unity government 的时候，之前已经有种种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不能妥协啦，等等的问题。所以当你做了政府，其实不是马来西亚才有这个问题，很多个国家当他们不能够 form 一个政府，因为票不够嘛。Parliament 的 seat 不够，就会有这种的问题，因为他们就会选谁要跟他们一起做政府的。不过呢，可能会没办法，就选到一个呢，跟你其实就是 ideology 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第一呢，真的是就是从那个 ideology 不一样 ，policy 也不一样。一向来 UMNO 的 policy 跟 PKR 的是不一样，因为 PKR 说的是民主，不过你有 UMNO 其实不说民主。UMNO 从来不说民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你就变成做了一半又不能做了一半，然后呢，现在呢政治又改变了。当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那一个政治，我们也要看外国的那些政治，其实有很大的那一个关联。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到言论自由的话，现在团结政府他们在紧缩言论自由，因为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是现在通讯部的话，管理媒体的这些部门，他的部长全部都是来自公正党的啊，但是他们现在又感觉上他们带头在紧缩言论自由，这个难道不会跟他们原本的主张是非常的矛盾的吗？当然很多人就说当官了就会不一样，换了一个位置，换了脑袋。对，换了一个脑袋。不过呢，我还是觉得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想法来分析这一个政治的情况，因为呢当人民完全失去那些希望呢，就是国家的政治就不会改。我们要永远的记得怎样在之前2018年的时候，那一些人民的那一些希望还蛮大。而且呢，这一种民主化呢，就是 democratization，
有这样的不稳定的政治是非常的普遍，就很多国家都是会面临这一种危机。不过呢，最重要的就是呢，人民真的是需要懂怎么再去争取。就是说，我们2028年就会另外一个那个选举嘛，所以这几年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马来西亚呢，通常虽然选举还没到，不过每一天就好像要选举了，对不对？对，所以很多话题就是好像要选举了。对，接下来有好几场补选。对对，然后现在呢，问题就是呢，很多信息嘛，在 social media， 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懂得怎么分析那一些有些新闻是对的，有些新闻是错的。如果我们也被那一些错的新闻来误导，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不是说民主是最好的，当然民主到现在也是还有好大的问题。不过呢，民主呢，如果是真正的是我们要从历史来学习嘛，所以很多历史呢已经给我们看了那个民主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会从那个历史来学习，可能呢我们的想法会改变，我们争取的方法也会改变。我们要多给一点时间啦。对，是，其实这个我想多给一点时间，也不只是多给政府时间，是要给我们自己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可能在普遍上听到大家都在讲说很非常的失望，而这个失望论呢，就最后就会变成说下一届大选我就不要出来投票了，反正我投给谁，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放弃了。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放弃太早，对吗？我不觉得人民已经放弃了，因为之前如果我们看那些 state elections 的那个voters turnout 都是还 OK， 虽然没那么高，不过还 OK。而且呢，马来西亚人现在已经懂得换政府其实是很 normal。以前还没换过，就是觉得换了政府怎么办？不过呢，现在我们换了这么多次嘛，换了几次，人民就觉得换了政府其实是很普遍的东西。可能2028又换了，还是换了谁，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过呢，最重要还是人民懂得怎么去投票。还有一些国家呢，当然以前呢，也有人说过如果我不去投票也是我的权利。当然不投票也是你的权利，因为有几个国家就他们也是有这种，如果我不满意我就不投票。不过呢，你不投票的话，你要想一下，如果你的票太小，就是说也没有那个效力，反而呢变成了可能令到你不喜欢的那个党赢了。所以那个不投票不是说不可以，不过要有 strategy。是不投票的话，就等于是把你未来的前途全部交在别人的手上了。对，因为呢，你要叫人家不投票也不容易嘛。是，你要 mobilize， 对不对？好，老师，我们来聊聊你的另外一篇文章是聊到了关于这个贪污那这个文章的主题叫做领袖贪污不除，春风吹又生那么这个当中，其实你谈到了这个贪污的课题那有人认为说安华只是借着打贪来排除异己你认为其实安华在打贪上面，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政治决心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团结政府嘛，因为副首相也有他自己的那个corruption 的 case， 所以呢，在这一个政治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真的是有难度。不过呢，最重要的是就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首相，不只是纳吉，不过还有 Ismail Sabri， 还有Muhyiddin。也有这些 corruption 的cases。其实呢，这一些就对我们来说，就是其实我们的贪污的那个culture 有了一个好大的问题。因为从了 1MDB 开始 ，1MDB 是一个 global attention， 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有看到这一条的新闻，是非常大。这一个贪污的culture还没改变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非常选择性的那一种prosecution。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那一些呢 cronyism 啦 nepotism 还是呈现在我们的这一个政治里面。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 political financing 嘛。虽然现在我们正在谈了，不过呢，我觉得这种 political financing 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那一个政治的党他们从哪里拿到他们的 funding 哪里来？对，他们的 funding 政治献金法。对，因为那个 1MDB 就是从因为我们不够 transparent 来开始的，都这么多的 case， 然后我们又每次看又
这一些被告的这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政治人物，又没什么那种 consequences， 而且呢，之前当他们说Najib的时候呢，可能会 house arrest， 当然人民当然是非常的不开心，就是说很生气。这种 house arrest 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来谈也是不正确的那一种政治的决定吧。所以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需要的再深一些的考试。对，那其实我们思考到很多的问题啊，包括了刚刚您说到的，我政治献金法要让政治人物他的金钱来源更加的透明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变得更加透明之后呢，这个法上路之后，会不会就很多政治人物就不出来选啊？因为很多政治人物以前他可能就把选举当作是一门生意，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我们真的在国外看到五花八门啊，怎样子透过选举来捞钱。我相信马来西亚肯定也是有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凸显出了我们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问题，还有我们制度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其实它是会助长贪污的，所以当我们只是用严刑峻法或者是打贪去来抓出到底谁贪污，但是没有去改变制度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打贪的效果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了？那个制度的问题就是呢，人民他们已经觉得呢，其实贪污是一个很common 的东西，平常的事情了，很平常的东西，所以就是这样的想法已经是非常的错。以前呢，几年前呢，其实当我们才改政府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policy， 就是说我们需要教那一些学生在学校里面需要学什么是贪污，为什么贪污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到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那个教育政策还没那么大的改变，就是到现在还是很多人不高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就是说我觉得这一些贪污啦，这些关于民主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学校里面。那其实老师你认为就是我之前有访问过另外一位教授，他就有提到说，其实马来西亚的贪污呢，因为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国家，然后贪污有的时候反而它会助长了经济成长，因为它会开很多的方便门。当然他的意思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一个不公平竞争的国家里面呢，这可能是可以帮助经济成长的一种的模式，不得已的一种模式啊。那如果要真的打贪的话，可能我们国家就要像新加坡一样，变成一个完全公平竞争的国家。老师，你对于这样子的想法，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我也不觉得新加坡公平的竞争吧，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反对党不多嘛，都是政府，就一党独大了。对，都是一党。然后我觉得呢，我有一些同意，不过呢，问题就是呢，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在巴利门呢，如果你是反对党的话，你的那个funding是非常的小。所以呢，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有这么大的 gap， 就是说，其实，在巴利门他们已经谈了嘛，就是说，其实政府的那个parliamentarian 他们拿到这一些subsidies， 不过呢，那个反对党也需要有一些来资助，所以这样呢才能够变成一个公平的竞争。是，好，那我相信，即使在很多的邻国，比如说在印尼，还有南韩，他们都有在某一些的层面上面来减少贪污。其实，你觉得马来西亚可以借鉴国际上面的哪一些经验？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问题是我们的 culture 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对，文化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就非常多的那些 policy， 不是说我们没有，我们有 MACC， 我们也有 action plan。其实那个 plan 是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就是真的是文化，所以那个文化真的是需要改。要怎么改？就是从政治人改。不过他们真的是需要有那个 political will 来改。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像您所说的要来改，要有政治决心，但这个政治决心，它可能就会触碰到很多人的乳酪，很多人的蛋糕利益，所以包括了我们讲到最基层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去面对的，当你在路上你开车被警察临检的时候，他跟你要一点喝茶钱，这些事情到现在可能都还是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们都已经选举过了多
多久了？安华你已经当首相当了多久？为什么连这点小事都还没有办法解决？也有人提出说，要解决很简单啊，就让警察全部在执法的时候都要带 camera 啊，但是似乎连这一件事情很像都蛮龟速的，蛮做不到的啊。所以其实老师你会给什么建议呢？你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平衡？然后我们应该，或者是说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吧，会比较好。从我们自己开始吧，就是说有一些这一些当然有时呢，人家觉得贪污一小小的是不要紧。其实呢，这一些小小的，就是从如果假如说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啊，还是什么，看到了你这样的做，他们也会这样的做。所以很多呢关系，当我们说政治的时候呢，不只是政治人物有那一个责任，其实人民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说，从这一些小小的东西，那我们就别去做。而且呢在那一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platform 嘛，就是说可以说我们不同意还是什么，我觉得呢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 platform， 就需要继续的发生。不过呢就需要比较谨慎啦，有时是对，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来。对。当我们不喜欢这个文化，但是如果你又去顺从在这个文化里面的话，那其实它就是会形成一个不好的循环嘛。对。那老师今天最后我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其实整个团结政府在推进民主改革跟追求政治稳定之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选择。包括了有时候我在访问政治人物的时候他们就是关了麦克风之后，他们就会跟我说：“哎，你们问我们的问题这么困难。”我们真的很难呐，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做，但是真的有很多很为难的地方，有很多现实的政治考量哦。所以其实老师，你可不可以为马来西亚来可能给我们提一个意见吧？就是说，你觉得说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要走哪一个政治路径会是比较好的呢？当然我也明白那些政治人物的苦处，不过呢我觉得呢，如果给马来西亚呢，就是说我觉得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不过自从我们有了那个3个 R， 就是说不可以说宗教、种族、王室，我觉得那一个我不赞同那一个policy。因为呢，如果我们其实不需要说民主吧，不过呢，如果在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不能够发声，就是说有什么不同意完全不可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言论自由呢就是一个不可以说 hate speech， 那个是每一个人都是明白，所以我觉得言论自由有它的界限的，对，也有它的界限。不过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如果人民没有一个 platform 可以来就是说一些政府不喜欢听的东西呢，我觉得什么的那个政治也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政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它要越来越成熟，它必须要让人民能够畅所欲言嘛，对不对？当你又设了很多的红线，这个不可以谈，那个不可以谈，对，我觉得与其去设红线说什么不可以谈，倒不如去教育人民说我们应该怎么谈，怎么好好的谈，对。而且我觉得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历史。我觉得呢历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就是说现在还是很多人就是说历史是非常的boring 的。其实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一些小学生学了我们的历史，才会知道呢到底我们的国家要怎么样。而且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历史书，其实有好多的历史不在我们的历史书，所以那一本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今天跟老师谈完话之后，我真的觉得说脑袋被激荡了而且特别是老师你刚才所提到的说我们不应该阻止大家去谈3R 这个课题，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可能这么想过，但是勇敢的能够讲出来的人可能也不多。但是老师你今天讲出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啦。对，说我们要如何继续的往前进，让马来西亚变成一个更加民主、更加成熟的国家。对。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不晓得你对于今天邱颖慧博士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又有怎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